这是一份来自公元3026年的文明修复档案。奥地利的器官捐献率是 99.98%， 隔壁德国1200分号。两国文化、宗教、医疗水平几乎一样，区别只有一个勾选矿的方向。我们在档案中发现，21世纪某些国家每天有17个人死于等待器官移植，全年约6000人。他们死亡的原因不是疾病无法治疗，而是没有可用的器官。更让我们困惑的是另一组数据，在地理上相邻、医疗技术完全相同的国家，等待名单几乎不存在。器官供应充足，同样的技术，同样的人类，截然不同的结果。我们首先排除了财富差异，排除了医疗水平差异，排除了文化和宗教差异。事实上，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主要宗教都支持或允许器官捐献。那么，区别在哪里？答案让我们沉默了很长时间。区别在于政府表格上的一个默认选项。在一些国家，公民必须主动勾选一个框，才能成为器官捐献者，这叫做选择加入。在另一些国家，公民默认就是捐献者，除非他们主动申请退出，这叫做选择退出。行为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上世纪末将这种现象命名为现状偏见。人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倾向于保持默认状态，不采取行动。2008年，理查德·瑟勒和卡斯·桑斯坦在《助推》一书中将器官捐献作为默认设计的经典案例写进了历史。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奥地利和德国的对比。这两个国家语言相同，文化相近，医疗水平相当。奥地利采用选择退出制度，捐献是默认的；德国采用选择加入制度，捐献需要主动申请。结果，奥地利的器官捐献同意率约为 99.98%， 德国约为 12%。99.98% 对 12%， 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唯一的变量是那个框是默认勾选的，还是默认空白的。这不是信仰的差异，这不是道德的差异，这是惰性的力量。人类因为懒得主动去取消一个勾选框，而把器官留了下来。美国的情况是另一种面貌的同一个问题。美国采用选择加入制度，在21世纪初，只有大约 40% 到 50% 的美国成年人注册为器官捐献者，等待名单上随时保持着超过10万人，每天死亡17人。但这组数字背后有一个悖论。当研究人员询问美国人你愿意捐献器官吗时，支持捐献的人超过 90%， 超过90%的人支持捐献，但只有4-5成的人注册了。差距是什么？是那个需要主动去填的表格。西班牙是另一个坐标。1979年，西班牙将器官捐献系统改为选择退出制。此后数十年，西班牙稳步成为全球器官捐献率最高的国家。到21世纪初，西班牙的捐献率约为每100万人口49名捐献者，远超其他大多数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法律改变，他们同时改善了医院基础设施，培训了专职协调员，优化了家属沟通流程。但所有这些改革的前提是那个默认选项的改变。我们检索了器官捐献的基本数据，一名器官捐献者平均可以拯救多达8条生命。心脏、肺、肝脏、肾脏、胰腺、小肠，每一个器官都可以给一个正在等待的人续命。此外，角膜、皮肤、骨骼等组织捐献可以帮助多达75人，一个人最多75条受益的生命。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数据已经如此清晰，既然科学早已证明了解决方案，既然理查德·瑟勒因为助推理论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什么大多数国家依然没有改变那个默认选项？答案是政治惯性。在美国，改变捐献系统面临复杂的州际立法、宗教团体的疑虑，
以及一种被称为身体自主权的政治争议。反对者担心，如果默认救世捐献者，家庭的选择权会不会被侵蚀？医生会不会为了摘取器官而不那么努力救治？这些顾虑阻止了一个可以当天实施的政策改变。法国在2017年完成了这一改变。2017年1月1日起，法国全面实施选择退出制度。改变后，法国的器官捐献数量显著上升，但法国用了数十年的讨论才走到这一步。我们在档案中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如果美国在2000年将系统改为选择退出，按照奥地利和西班牙的经验，可用器官数量可能大幅增加。按每天17人死亡的基线，20年间可能有数万人不需要死去。他们死于的不是疾病，不是贫穷，不是技术不足，而是一个表格上的空白勾选框。1000年后回头看，器官捐献的默认选项问题可能是21世纪医学史上答案最清晰、成本最低，但实施最迟缓的政策之一。科学清楚了，数据清楚了，邻国的案例清楚了，唯一不清楚的是人类政治系统面对改变默认值这件事时，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